一点儿不夸张，美国海军更大的噩耗来了，从驱逐舰到核潜艇项目都面临着困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中美海军竞争的大棋局中，美国海军最大的优势来自于其海军舰艇，包括驱逐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核潜艇。在中国海军奋起直追的情况下，美国人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每年造不出3艘驱逐舰船壳。美国新一代的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计划遭遇到了重大挑战。这个挑战很奇葩，不是缺技术，而是缺少合适的劳动力。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上将这2天在国会表示，应对中美军事对抗所进行的建设规划与安排正面临着新困难。美国国会以及美国的军事工业部门必须要想办法满足以后每年3艘驱逐舰的建造与交付速度。美国能够建造驱逐舰的2大船厂，现在甚至连1年内造3个船壳子都搞不完。原因很复杂，造船厂没有足够的基础设施，缺少船务，缺少加工设备，还缺少为造船业配套的众多供应链。当然，最关键的还缺少合格的造船工人。要注意，美国海军光是巡洋舰就有22艘在排着队等着退役，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老式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也进入到了退役周期。庞大而落后的美军舰艇很可能将会成为未来10年的亮丽风景线。当然，美国海军面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驱逐舰造不出来，其负责战略潜艇建造的少将斯科特·帕帕诺日前表示，拥有合适的劳动力是影响哥伦比亚级弹道导弹核潜艇项目按计划实施的最大挑战。他强调，我们需要熟练的产业工人来支持我们的工业基础。据介绍，美国2家潜艇造船厂正在培训更多的焊工、电工、锁具和其他的船务工人。他们还需要与当地的学校合作，开发新课程，向高中和社区大学生展示他们的造船厂有高薪职业。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将培训工作留给了承包商，最后发现根本就没办法满足需要。帕帕诺说，随着造船厂增加建造2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并履行对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面对如此庞大的工作量，现在和未来获得足够多的造船产业工人就成为了一个大麻烦。建造哥伦比亚核潜艇的另一个挑战是，无论是美国船厂还是美国海军，都已经有20年没有在地面上进行导弹测试了，而且他们还需要在最近的2年时间内敲定一些设计和制造细节，以便解决最关键的一些问题。你可以理解为，美军对新潜艇发射导弹的测试工作也出现了人才断档，无论是建造还是测试，都面临着相当大的困境。还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美国在澳大利亚破坏了法国的常规潜艇的销售项目之后，发现兑现承诺非常困难。波帕诺说，为期18个月的研究只完成了一半，因为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的额外工作将会给目前的船厂带来相当大的工作压力，需要实施一系列的优化，才能保证哥伦比亚核潜艇的建造向美国海军交付的时间表。随着俄罗斯对其核力量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中国也在建设自己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美国如何建立并维持其核潜艇部队非常重要。可以说，美国要想保持对北京和莫斯科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困难。相比于美国，中国正在打造自己的核潜艇建造基地。外媒称，中国的核潜艇建造基地扩建以后，能够同时建造6艘核潜艇。大黑鱼下饺子的时代即将到来。总体来看，美国海军要想保持军事技术的优势非常困难。在水面舰艇加速退役、新舰补充困难的情况下，连优势最大的核潜艇的建造也出了问题。其实，美军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研制出的问题更大。
其项目进度被严重推迟。这里面有供应链的原因，有通货膨胀的原因，还有人才断档的原因，更有造船业过于集中于军事所带来的缺少竞争的原因。花钱可以弥补一些负面冲击，但是如果连研制潜射导弹试验设施的专家都找不到，连最基本的产业工人也没有，那么要想恢复起来可就难了。在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方面，点错科技树会有影响，但不是最严重的。同时，人们真的可以怀疑美国海军的装备将走上一条全面衰败的道路。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产业的空心化，而这种空心化造成美国造船业的衰败将无法被逆转。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